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2个内容，一个是我的 OpenCloud 使用体验，另一个是我自己做的爬虫小工具。先说说 OpenCloud， 我体验下来觉得它确实很方便。我选的是云电脑主机，基础环境都配置好了，你只需要连接模型和你想要接入的聊天软件就能直接使用。我本人用的是 QQ，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钉钉或者飞书，这看个人习惯，飞书的功能会更丰富一些。配置好之后，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试试它到底能不能像宣传的那样真正帮我干活。为了验证它的能力，我特意设计了一组测试，涵盖了日常办公中可能会用到的几种场景。第一个是文件操作测试，我对他说，请在我的电脑桌面上创建一个名为测试文件夹的目录，然后在里面新建一个名为日记 txt 的文本文件，并在文件中写入今天是2026年3月10日，天气晴，最后帮我读取这个文件的内容。结果他一口气全做完了，创建目录、新建文件、写入内容，再读取出来。整个过程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，感觉和我云主机有关系。这已经让我挺惊喜的，因为 OpenCloud 的核心优势就是能直接操作电脑完成实际工作，比如文件整理之类。这个测试算是验证了这一点。第二个是执行命令测试，我让他查看一下我电脑的当前系统时间，并列出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。它立刻调用了系统的命令行工具，准确返回了时间和文件列表。这说明 OpenCloud 确实可以在本地运行 shell 命令和脚本，挺实用的。第三个是网页浏览和搜索测试，我让它搜索一下今天的科技新闻，并打开澎湃新闻的官方网站。它先是用联网搜索技能找到了相关新闻，然后直接操控浏览器打开了澎湃新闻的官网。整个过程很自然，就像我亲自操作一样。这里需要提一下，联网搜索功能一般需要安装特定的技能，比如 Tavily Search，但配置好之后用起来非常方便。第四个是文档处理测试，我让它创建一个 Excel 表格，包含姓名、部门、销售额3列，并填入3行示例数据，然后保存为销售数据点 XLSX。 它很快就生成了一个标准的表格，数据也都填好了。这说明通过 Skills 扩展 OpenCloud 完全可以处理 Word、Excel、PDF 这类办公文档。最后一个是发送文件测试，我让它从我电脑的图片文件夹中选择一张图片，改名为 Test，通过发送给我，它准确地定位了本地文件，并 QQ 通过把图片发了过来。官方文档里说 OpenCloud 支持通过命令发送图像。平等媒体这个测试也证明了这一点。做完这几个测试，我对 OpenCloud 的能力更有底了。它确实能够按照指令完成一系列实际任务，网上有现成的 skills 可以直接拿来用，操作失误也没关系，可以轻松恢复，对学习来说非常友好，而且扩展性也很强。当然也要提醒一句，要发挥 OpenCloud 的全部能力，还是需要使用者有一定水平，清楚自己的需求，否则他也不知道能帮你做什么。好了， OpenCloud 的体验就分享到这儿，接下来再说说我做的爬虫小工具，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学习。这个项目主要用于批量抓取 B 站或者 YouTube 的热门或最新视频信息，并按任务配置自动保存为 CSV 文件。如果抓取的是 B 站视频，还可以选择自动下载对应的视频文件。使用方法很简单，直接运行 main.py， 具体的任务配置在 config join 里设置，每个字段的含义和页面说明我都写在了 readme 文档里，大家一看就明白了。抓取结果会保存在 Optube 目录下，如果开启了下载，视频会保存在 Downloads 目录里。后期还可以通过 AI 扩展支持更多平台，让工具变得更全面。当然，小红书的数据确实比较难搞，这个还在琢磨中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。下载链接我放在简介里了，我们下次再继续聊。